微软的 Edge 浏览器又针对 IE 模式做了一些变动。我们这支影片就来汇总一下最新的 Edge 92，它针对 IE 模式所做的一些功能加强。那我们这次使用的环境是 Windows 11，那 Edge 的版本是 92.0.902。那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新的 Edge 呢，针对 IE 浏览器做了哪一些的加强。我这边汇总了总共有6点。首先 Edge 92增加了一个 IE 模式按钮，我们可以在工具列的最右边这边看到这一个按钮。那这个按钮我们只要点击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让我们从 Chrome 的浏览状态切换到IE 的浏览状态。像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一个网页切换成 IE 了。那在这边呢点击一下完成，在左边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使用了 IE 模式来显示它了。那这个 IE 模式按钮要怎么启动呢？我们首先就是在设定里面呢找到这个外观，在外观里面往下寻找，这边有那个工具列的显示的按钮的这个选项，这边就有一个显示 Internet Explorer 模式按钮。我们把它启用起来以后呢，在工具列的最右侧呢就会出现这一个 IE 模式的按钮。但是有一些网站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网站来做切换，那应该是它的网站上面有一些特别的 HTML 的标签把这个功能给抑制了。像我们 Google 的新闻，我们这一颗按钮就没有办法使用，但是我们刚刚这个 Line Today 呢是可以使用的。那因此你是IE 浏览器，那想要把它重新显示成 Chrome 浏览器呢，就直接点击这个 IE 模式按钮，它就会重新做重整，并且用另外一个模式来呈现它的。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IE 模式按钮。那启用的方法刚刚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是从这个外观里面来做设定。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直接在 Edge 浏览器里面直接指定某一个特定的网站需要用 IE 的方法来呈现它。那这个以前在我们上一次的影片里面讲到是要透过企业的清单来增加，但是现在这个 Edge 92呢已经帮我们新增了这个简便的一个功能。我们一样在设定里面找到预设浏览器，在这个预设浏览器这一边呢，我们这边当然要点选允许。那在这边你就可以直接用新增把你要显示的这个网址呢给输入进来。那这样子到时候这个网址呢，它就会自动用 IE 模式来呈现。那像我们刚刚讲过了，像这个 news.google.com， 虽然我们已经把它加到了 IE 模式里面来，但是它呈现的时候呢，却没有办法使用 IE 模式按钮来做切换。用这样子方法启用的网站呢，它在显示的时候，我们重新整理一次。像我这个已经是设定好要使用 IE 模式的网站，这个网站呢是已经加到企业清单里面的，是透过企业清单的方法来呈现的。那这个呢，美好新生活这个呢是刚刚我们透过设定在这个里面加进来的。这个属于30天之内有效的这个我们按一下重整，我们刚刚直接重整没有点击这个 IE 模式，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设定在这个设定里面所以它重新重整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用 IE 模式来呈现。那你会发现它都会出现一个这个提示栏问我们是不是要离开。那你点击了这个离开呢，它就用 Chrome 模式来呈现。那你按这个叉叉这一个提醒框呢才会消失。那这个提醒框你使用这个30天的方法新增进来的呢，它每一次都会出现，除非我们使用企业清单的方法来建立的网站像我这一个，它才不会呈现出刚刚的这个提示框。那这个是它 Edge 92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我们第三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在浏览 IE 模式的时候，它会出现的这个提醒框，就不再特别讲了。那第四个就是 IE 模式的资讯呢，我们可以点击 IE 的这个按钮，它就会呈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我点击了这个 IE， 它就会出现，我们可以点击完成，或者是不要让它开启这个网页的话，就可以把它切换成不使用。然后这边它同时会显示你的相容性模式。那这个相容性模式呢，目前在
Edge 的界面里面没有办法去做控制，我们必须要使用它的开发人员工具才有办法去做切换。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提啊。那所以我们点击了这一个图示以后呢，它就会出现 IE 模式的一些资讯。第5点就是我们按了 F12 出现的开发人员工具，在 IE 的模式里面呢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哈。我们可以试一下，我在这边按一下 F12，它虽然会出现这个 DevTools， 但是它在这边会显示一个讯息跟你讲，无法在 IE 模式中使用开发人员工具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个 F12 这个功能呢？微软有提供了另外一个独立的执行档哦，叫做 IE.chooser.exe 哦。我们在 System 32里面呢，可以找到这个 IE.chooser.exe 哦。那点击了以后，它会再出现一个小视窗，里面会列出所有使用 IE 模式开启的网站哦。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去哦。比如说我点击这一个网站。它就会针对这一个网站呢，开启一个 F12 的视窗。那这一个呢，针对的呢，就是针对我们目前刚刚指定的这个美好新生活这一个来做除错，那就变成像以前好像你在页面里面按 F12 的这个状况。这支程式变成是一个独立的执行档，但是它还是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呢，直接针对这个网页呢来做一些控制。那这个是 F12 的功能。最后一个就是 IE 原来的那些功能表选项呢，就已经没有办法在 Edge 里面找到了哈。像比如说以前 IE 11里面的相容性检视，那相容性检视刚刚没有提到的是，我们如果现在要变更的话哈，就是你必须启用了 IE Chooser 以后，点击最右侧的这边呢，就有一个模式可以设定哈，你就可以把它切换成不同 IE 的版本。那原来你这个 F12 监控的那个网页呢，它就会用你这边选定好的模式呢，重新重整。好，那这个是选定相容性检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这个版本的一个切换。在功能表里面很常用的这个网际网路选项呢，目前没有功能表可以直接启用，我们必须去执行一个设定哈，透过这个设定呢，就可以把网际网路选项给开启起来哈。那最快的方法其实我们是可以使用这一个指令的啊 ，inet.cpl.cpl， 我们只要在 cmd.exe 命令提示字元里面。直接执行这个执行档它就会出现了网际网路选项。那它这边的设定呢，其实就跟以前在 IE 里面启用的网际网路选项的内容会是一样的那接着你需要做什么设定，就可以在这边再继续做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有关于新版的 Edge 92它的 IE 模式到底做了哪一些增强，希望对大家在有需要使用 IE 模式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帮助。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